哇，小伙伴们看，哈哈，大阪城里第一次看到一匹小马，看了吗？赶紧追大和彦先生，他又回来了。马怎么说？馬。哦，对，哦。馬の写真とかもいい。どこから来たの？え？富中の馬術場？家で飼ってるんですか？すごい歩いてきたんですか？哇！なんかロバさんいるよってリーさんに言いに行こうと思って。ロバこれ馬でしょ？ロバ言うたら笑われるよ。ロバなんてもうほとんど笑わへんから。ポニーって言われる。普段どこにいてるの？富中です。富中の。哦，厉害！あ、家で飼ってるんです。あ、まだ若いんや。薄い。5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哈，我第一次见。嘿，大家伙早喽！7月9号星期二，一如既往的闷热。我左边这个是大阪府警察本部。今年的柯南剧场版也是在大阪看的，它没有字幕，只能靠听和猜。而且今年这又涉及到这边的历史文化，所以好多东西其实没看明白。等年底的 DVD 吧。看，就这个，是不是跟动画片里一模一样？大阪府警察本部。就是大阪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更大的一片地儿。大阪市是属于大阪府的，还有好多其他市。这儿是总部。今天聊点什么呢？昨天我看了评论和弹幕，有小伙伴说跑马拉松、跑步，有钱有闲就可以。我觉得也对也不对。就什么事儿其实都是有时候会就都有片面性，但是片面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原因。你看我跑这么多年了，我站在我的角度上，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好吗？首先呢，我不否认这种观点，因为如果还是每天可能你要工作时间之外还要兼职打工，才能达到满足生活或者温饱的水平，那确实是没有什么时间跑步，对吧？这讲道理。但是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坐在屏幕前的各位应该几乎都不会到这个情况，大家应该都是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可以做到说可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判断，包括我对自己的判断也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好些人锻炼不能长久呢？就是锻炼总得有个回报，或者有个目标。你看好多老年人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锻炼，他其实也有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身体健康，然后能健康的寿命能更长一点。那时候我看，比方说你们看那个叫什么毛大庆，对吧？他就是要跑得多，要跑100场，然后要带好多人跑马拉松，但是呢从来没有追求过成绩，应该是至少我知道的部分是。然后那2年也有好多，我就直接点说，比方说像我认识的北京本地人，然后可能是有一些既有的财富，去花钱跑6大，然后1年2年之内跑完，那个年代大概可能要20-30万人民币，或者是20万左右吧，看你选哪种档次。但是您刚才问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观点的小伙伴，您想想，如果您有钱了，您会做这件事吗？不一定，对吧？因为这件事儿想实现我刚才说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你不管是
要跑多少场，还是说我要跑什么成绩，都是比较难的。我说句不好听的，想完赛一场马拉松，那都是要以年为单位作为训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您看不到任何好；第二呢，这事儿不好显摆，因为咱说句不好听，哪怕您踢毽子踢得特好，跳绳跳得好，你原地能给人展示一下，你说我跑马拉松跑得特好，怎么办？对吧？然后呢，对水平的概念，很多人，那不光是咱们，你就说很发达的地区，他很多事儿都是隔行如隔山，他不了解这行业，他可能根本都不是，有人可能不知道马拉松多长，有人他也不知道说你这个成绩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对吧？所以找不到这种满足感，那怎么办呢？你就看好多，无论是下场练高尔夫的，还是找个教练打羽毛球的，这种富人居多。那普通人打羽毛球找朋友娱乐，对吧？或者是，亦或是买个乍眼好看的电脑，找咖啡厅，穿的油光水滑的往那一坐着，是不是？这人们找回这跑步也一样，它就是一种追寻自我价值的方式，就觉得哎，我工作生活现在处理的还可以，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但是马拉松是个小众的选择，锻炼身体可能是个大众的选择。跑步马拉松这事儿就是把你展示自己生活的这个难度提高了，时间错后了，但是呢，成就感就自己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对别人看可能人家不觉得是什么。因为你看我早上起来出来跑步，你就说跑21公里，1个多小时回去了，这1个多小时您要是坐在电视前或者玩个游戏，一眨眼就过去了，人们觉得你这没什么，这一会儿嘛不就，对不对？同意吧？但是呢，你真正能聊天的朋友、家人，你说你这月跑了多少公里啊？我这月跑了500多公里，我那了不得。有的人通勤上班1个月都没有500公里，可能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可能有。你看大河源线上下班每天1个月绝对没有500公里。哎，大阪这么小。就我跑到电川河上班也就5公里，1天10公里，1个月上22天班，对吧？才200多公里。然后你再跟人说，哎，我能跑下马拉松了，42公里，了不得了。你要说100公里，那稍微费点油的车还得10多升呢，10多升油不少呢。当然车比我沉啊，这个不合理。我去参加这边的马拉松还有100公里，我的感觉是，我看到了可能几年以后的我们，就现在在国内跑马拉松，可能再过几年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心态越来越淡定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又不一样了，就都是普通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就那天拍到那1号那大哥100公里，他们那好像拿那个金色传说那个色的，可能是30场完赛的，因为10场完赛有一个萨洛玛 blue 的称号是蓝色的，我不一定说的对啊。大哥最后跑了12小时半，就差半小时就关门了。还有就是一些关键的小区别，比方说，像我的感觉是，如果我没有比较大完赛的把握，我不去，或者这次我没完赛，我就再说了。但是好多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想
42%的没有完赛的比例。这42%的人里，应该有一大部分在比赛之前就知道自己不能在13小时之内完赛的，还是来。你说成本高吗？不高不低。那天直播跟大家算账了，比赛的报名费好像是1000多，好像是啊，不会差太多。然后旅行社的钱，住2晚管饭，一个人也是1000多，2000就说。然后这边从大阪飞到北海道1000多，回来1000多，就这钱呢，不解决根本问题，不能让您暴富，也不能要您的命。你说，你可能2、3个周末的娱乐，家庭娱乐，有孩子的差不多了，那看您怎么去支配这个收入，或者说。我现在考虑我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干什么东西的成本，我这么考虑，就是它能不能影响我的生活。目前在我的欲望范围内没有能影响我生活的。你要是再大，那我就得想，哎，这钱能不能让我上下一个台阶儿？几乎也不能了。现在这社会不光是像日本，我们也慢慢是这样的。就人们的奋斗都有一个上下边界，我觉得，以前像我刚工作挣钱的时候，那时候上边界高，下边界低。现在呢，可能好一些，我觉得这也不好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绝对没有所谓的像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已经上班了，今天起来。就我每天起来都是先上班1个小时，处理邮件，处理要上线的东西，因为正好我的时区也比较合适，然后我才出来跑步。所以你们看我不到4点起来，我干嘛5点才出来啊？对吧？然后回去还接着上1天班，肯定是没有刚赚钱的时候辛苦了，但是大家都一样。就您只要还是上班赚钱，大家都差不多，真的都差不多。我可能时间上的优势就我们俩人比较自由，父母还用不上我们，也没有，就说白了还没有用得上我们的人，仅此而已。所以有些小伙伴说开始运动比较难，我也理解。一般意识到身体胖啊或者出问题，可能35岁以后，这时候很多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再加上每天这么一个事儿，有时候心态容易炸。有时候这时候就是你想想别人，比方说有时候我就想想大河原先生，你说他都60岁了，还全世界出差工作，而且他工作应该是挺辛苦的。他9月份要参加是一个全日本的田径大赛，场地赛，就不是随便都能报上名的。他参加竞走项目，还专门去长居公园找教练学。你说找教练学要钱吗？要钱。但是那这个你就跟我说，比方说让我花钱去，原来我不运动的时候说你去打个乒乓球吧，1个小时10来块钱，我也不去。我有时候会说你给我10来块钱，就这么说，我给你10来块钱我不去行不行？对吧？而且好些东西都是经历和记忆，这些东西就说白了，可能像我这种人呢，就老想着要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性格造成呢，有时候干什么事儿确实是会比较辛苦，包括工作，包括赚钱。我回忆我这快40年的生命，我觉得好像我就上学的时候觉得学习不需要跟别人不一样，
后来不管是挣钱还是玩，我都想着得弄出点花样来。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什么事都不是因为这个才会这样，就跟跑量和成绩一样。我总说你一个月能跑500公里，你不可能都是慢慢的那种，就跑量也是能力的体现，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互相的。你今天觉得我要多迈出一步，明天您这种我要多迈出一步的性格就会多一些，就会促进下一次别的事儿您多迈出那一步。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刚开始锻炼的，或者您家人有刚开始锻炼的，多支持他。什么事儿一开始都是阵痛期，比方说您2人世界的生活，突然另一半开始跑步，就像那天有位小伙伴说的似的，觉得自己被忽略了，没有时间陪他。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我的建议是多陪伴，多帮助，包括自己陪伴自己，让自己能顶过，这样可能你的生活就像昨天我说的，守则云开见月明，你可能就是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了。你让我倒退10年想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我是不敢想的。包括6大满贯也一样，它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老想追求成绩，想追求成绩就想去追求 BQ， 想追求 BQ 我才去跑大满贯。因为虽然我刚开始跑那几场的时候 BQ 离我特别远，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这几场，那我就更没有勇气和毅力去 BQ 了。这就像你玩游戏，你知道最后一关巨难，但是你不把前面关打完，你怎么打最后一关呢？是不是？行吧，今天我觉得分享的内容和跑步有关，也和跑步无关。跑步是个孤独的运动，是个不太容易被周围人们理解的运动，或者说直接点是不太适合显示自己的运动。因为跑者也不像练劲儿的、练块儿的人身材那么好。昨天视频里那位女性一块跑步那位是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也是体育行业的人，是练健美健体的。我看她的 Instagram 穿上那种比赛时候健美健体的舞台上的照片，哇，了不地啊，特别棒。但是你看穿上跑步的衣服，在大阪城跑步，你看上去他就是个普通人，谁也不会没事说我给你看看我的2头肌，咱们带个尺子量量臂围，对不对？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平田先生，好久不见了。平田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也一身汗，一甩手全都是水珠。行吧，咱们训练后再聊。7月9号星期二清晨6点56，训练结束。今天第3个训练日，跑的比前2天又多了一些，14公里，平均配速5分26。前几公里跑得快一些，大概在4分40，然后碰到大河原先生，一边聊聊天一边慢慢跑，要不然我也跑不了这么长，还是挺累的。最快1公里4分37，平均5分26，平均心率141，还可以。步幅只有93厘米，一累了就迈不开腿，是挺热的。就因为正好升温的那几天我们没在北海道，回了一下适应一下。大原先生也这么说。行吧，今天在大阪城看见一匹大原先生，那不是大的马，是小的马。我其实也不是太懂这个东西。今天跟大家伙聊这话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暑假作业一样，刚放暑假发到一本作业，一看还有1个月呢，过2天一看还有3个礼拜，过2天一看还有2个礼拜，就是行动起来，不管您干什么，就是您只要是有了空余的时间和一定的经济的条件，您不管干什么，只要您想，
先迈出第一步，因为不做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不管是什么事情。任何事儿没有说这件事一定是比这件事高档，这件事一定比这件好，对吧？关键是看这小子干嘛呢？不停在骑大 S 型。哼，可能是刚玩完一晚上。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儿第4个训练日，明天回复大家的评论和弹幕，好吗？咱们明天再见。